我們再談一談这个正坐位贴，尤其是我们再分析一下正坐位贴它在完全自然的书写状态下它还能够照顾到的一些地方。什么叫照顧到呢？就是說它是這種潛意識在書寫，所以我們在分析整個它這一篇字在怎麼樣去書寫的過程的時候，它幾乎沒有思考在像我們現在思考的怎麼把這個字安排怎麼呢？所以我們在談論它，這個字你看它是這樣的，它是這樣的，它是這樣的。我們在談論這些所有的事情的時候，實際上它是平時它有這個概念，真正寫的時候它不會再想，就變成一種潛意識的書寫。我們當代的所有的書寫喝醉了以後寫的例外，所有的書寫跟古代人的最大的差異就是我們沒有用這種潛意識在書寫，我們時刻有意識來進來搗亂，而且這種搗亂不是我們想，不是我們覺得它搗亂，我們覺得這個東西我正需要這個東西好像有的人還沒這個意識，而這種有意識的人就在寫的時候他就開始腦子就開始琢磨，開始就轉動，像那個億萬次的那種這個電腦一樣就開始轉，就開始在琢磨怎麼寫。那實際上他腦子裡跟這個內容都沒太大關係，所以這個內容經常會寫錯，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最主要是什麼呢？就是你有意識的去寫的時候，你的自然流露不夠，你的自然流露不夠的時候，你的那種篤定的書寫的狀態就沒有。那麼人的精氣神都是在這種篤定的書寫狀態下產生的，所以我們都在想着它是什麼形，什麼結果，該怎麼寫，要怎麼變化。那個篤定的是什麼？篤定是壓根兒用想都不用想，這就是我們經常講的一種，比如說英語，比如說武術，當然包括書法。我們講這個童子功的問題，英語的不是童子功，英語是什麼？英語是叫做母語。書法和武術都有童子功，書法的童子功就是筆下去，這個筆觸就和紙就貼到一起去了，就渾然一體。當你啪啪啪啪啪怎麼書寫的時候，你都在那個法度之內。那武術是什麼？武術就是你從小的，因為你學的一招一式，等你想起來用哪招根本來不及，而你從小開始練全是下意識和潛意識。就當人來攻防，你做攻防的時候我記得大家經常講一句話叫做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就是快。這個快到什麼程度？根本用不着想，用不着想哪兒來的東西呢？就是潛意識的東西。寫字，好多人說我你為什麼寫那麼快？就是因為我用潛意識在寫。當然我還沒有完全做到和古人一樣，因為古人的潛意識他已經從小就一直在訓練。我其實寫字也很早，小時候3、4歲就開始寫，所以應該毛筆也是我的童子功。只不過呢，因為我後來幾歲以後，什麼參加展覽以後，什麼後來學習，就會知道好多好的東西，就跟他去學。在這個過程中，把我童子功給破掉就是說變成了也想有意識在寫。那麼有意識之後，然後又慢慢變成無意識。我記得李可染先生講過一句話，就是用最大的力量打進去，然後最大力量打出來。他就是學習古人的最大力量是打進去，打進去之後變成他的意識就是我的意識，我完全跟他感受到。那麼出來就是什麼呢？就完全沒有你在想的意識了，全是變成
完全的這種潛意識。那麼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功夫，也就是說你打進越深，你知道的越多，你的潛意識裡面就带有很多东西。当你表達的時候，按照你自己的感覺表達出來的时候，你這東西不管表達多少，都有足夠的濃度和含量。所以這是我們學習的目的，但是我們在表達時候要恣意，那個时候不要想東西了，潛意識。他写起来之後，这個毛筆啊，它不像我们现在拿硬筆啊寫实字這樣的，這是硬筆寫的啊。但是我跟大家講，就算如此，我寫出來實和你寫出實它就不一樣。為什麼不一樣呢？它就是因為這個實啊，這一筆看是這麼啪下去的，但是它這個筆是這麼過來下去的，這麼過來下去的，你看不一樣，這麼過來下去的，這麼過來下去的，它和這麼下去它就是不一樣。所以好多我們现在都是這麼下去，這麼下來，不是，這毛筆不是這麼啪打上再下來，它是就這麼它戳進去的感觉下来。他说一进去之后啊，他有这么一个看一进去这么个动作，他不是这么动作写的。所以一会儿写下来之后，我们就感受到什么叫轉軸。大家都說嚴真卿這個他有轉軸味兒，是轉軸味兒，是他轉軸味兒怎麼來的？轉軸篆書怎麼寫啊？我們寫個篆書，感覺寫個篆書啊，感覺一下啊。這個筆畫是很多的啊，看篆軸怎麼寫？開啊，門吧，也寫門吧，不寫開了啊，寫光。這也是一種寫法啊。那一種寫法是吧？啊，我們寫幾個比較好寫的是吧？力啊，就是他每一筆在寫的時候，他是看到嗎？就是所有的筆畫啊，要向下走，先上，要向先回去哈，然後要向這個右走，先左，再收回來啊。所以他每個筆寫的是什麼呢？我誇張一下寫一個字，好不好？誇張啊，大家不要學這個誇張。什麼叫誇張啊？寫個魯字，好比說。奴，它是什麼寫的？它不是這麼寫的啊！我這其實我已經完全避免不了我的，它是這筆是這麼寫的，就每一筆這誇張嘛，就是先這麼樣出來的，再這麼出來的。再這麼出來的，這麼出來的，等寫快了，就變成這樣了。你看，它每一個筆尖是在裡面蘊含的，就像我們走這個打太極拳嘛，啊，它沒有這樣式打的，它是先出去嘛，這手都是這麼進去，它把這個尖兒。它收進去了嘛，然後收進去帶下來這才這麼的，而且還一個太極拳是什麼呢？它兩個都是互相的對着的。你看這一手一出去，這手回來，這手回來，這手回來，這樣，你看一揉回來之後，你看這個一抱拳，你看它兩個都是好像這個掌心兩個都是對着一樣。
這个字寫出之後啊，言字裡面的這種開合之間，這種架勢特別多啊。你要是歐字就不是，歐字就是打出去的東西，像什麼拳呢？像形意拳。所以它這裡面很不一樣。從拳法上來講，當然大家不一定從這方面理解，就是說每一個筆畫，它在走動的過程中，不是這麼拿筆尖兒啪撇上去的，也不靠什麼拿筆尖切下去的，不是的，它都有動作的。它的橫的動作看，橫動作過來之後，它不是這麼走的，它是這麼下來。你看啊，我得寫個字啊，你看俊。你看這個俊字，這幾個起筆，它都是過來，它是這麼寫的，它不是這麼寫的，所以它寫得快嘛。那麼，所以它所有的韻化，我們再找一個那個，在寫之前，我們再給大家感覺一個這種蘊含的。你看寫個上字，你看上字。你看上字是這麼過來，這麼寫的哈。書的你看這樣寫的啊，這麼寫的是吧？啊。这麼寫的，就是這麼寫的。他永遠是把這個筆運在裡面寫的，看了嗎？那，你看，他是這麼寫的。好，所以我們來感受一下啊。好，我們從頭來。袁仁现在寫這個字裡邊，它的特別有意思的時候，我們來看啊，看11月，這也是要大量的書寫訓練。那麼顏真卿這個《正坐位帖》裡面，從開始一起筆，一直到最後啊，當然後來是越寫越快。我們看它的連帶，我們看它在書寫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啊，第一就是連帶中產生的筆觸，它是大部分都是有一種我們經常講的叫轉軸，轉軸就是中鋒，中鋒就是說它在運筆的過程中，它有一個這種搖擺的感覺啊，順着它搖這麼走啊，它不像這個王羲之那種啪啪啪啪打，有幾個字是那樣，很少。為什麼呢？因為這樣寫得快，第一，第二，這比較符合顏真卿的性格。顏真卿你看他都是懷抱着讀啊，像打太極拳似的懷抱着讀，這種懷抱再運轉起來，這種圓圈的畫動多圓圈畫動多，跟王羲之就不完全一樣。王羲之有一部分，但是有一部分其他的一些筆觸，而且書寫的狀態也不一樣啊。這個你像這種狀態，他肯定不是拿着這個東西在寫啊，不是這樣不好畫。為什麼？因為兩個手都是動的，這樣是一面是靜的，一面動的，他在走的時候，他互相之間好把控。當然還有一個什麼，就是像軸一樣在做動作啊，這手在做軸一樣在做動作。哪裡軸呢？是現在是用這個地方做軸。啊，如果枕在這兒呢，是用這兒做軸，那就寫的很小的字了。啊，如果再大的字，這麼大字，它這麼做軸，啊，肩做軸，再大字腰做軸。那麼在這裡面，我們來試圖着分析一下，啊，就是我們通過我們的理解，就好比說我們給古代的詩詞在做注一樣，就是我們理解它是怎麼樣的，啊，實際上是我們去感受它的美好的東西。然後我們詮釋了之後，我們再告訴大家，
大家知道這意思，再去看的时候，哇，豁然開朗，原來他这個作品是這麼寫出來的，他有這麼樣的一種感覺，其實寫的時候沒有感覺。那我每次在講這個時候啊，總有調皮搗蛋人給我搗亂啊，經常說你講了這麼多，王羲之寫字的時候想過嗎？王羲之寫字的時候沒想，但是平時肯定他有這個概念，要不然的話他沒有。搗蛋的這些家伙們天天在那搗蛋啊，他們不去想也不去做，所以等到他覺得写的时候什麼都沒有了。所以这个像他書寫這些東西有幾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我們看到他非常的這種順暢，這種順暢就像他的思緒的表達一樣去向下流淌。在這個過程中他有思考，他留白，他留空檔，他會有空檔，大小空檔啊，我們都會在今天裡面給大家描述。另外還有一些呢，就是根據字形的啊這種跌宕啊反側啊，這個慢慢出來，那得趕上那個時候。你比如說第一個啊，我們來看金子光祿大夫啊，有人叫大夫，有人叫大夫，就這幾個字，當然後來還減校，也加上減校也可以啊。我們來看這個日稍微往左歪一點啊，這個金字中間這個地方是稍微往右邊的啊。子呢，看子的重心偏左一點，它在這個有人說這個啊，這個一軸中軸在這兒是吧？中軸在這兒是，而且這個中軸稍微還歪了一點點，這麼轉啊，這麼走了一下子弧過來，那當然是因為在寫字的時候啊，寫字的時候，這個它不是說眼睛盯着這個線去走的，它是一個大概期。你看，基本都是跟我現在這個狀態是接近的，它不會像有些人這個字要寫到這兒去，光看着那個筆畫，它沒有，它有一個大概念。在大概念寫的時候呢，啊，在每做一個筆畫的時候，你看它就這麼搖擺啊，這是用這個單勾法。雙勾法呢，其實也差不太多，雙勾法比單勾稍微的緊一點，結實一點，穩定一點。那麼我們先說單勾法啊，單勾法怎麼寫啊？怎麼寫？你看，按照它筆順，我們讀帖就是按照筆順去讀啊。讀到你看這個光字，它迎上去了，迎到哪兒去呢？你看這個子下面寫出來之後啊，這兩邊啊，着地的兩邊中間呢凹進去塊，它迎着這塊上去啊，迎上去，又不是讓這中間這一豎直接頂到這個中間的空檔。所以我們經常講這個字和字之間銜接，書法裡面最忌諱的是直接頂，前面一個柱，下面一個柱，再下一個柱，都不是，它會略微錯開一點點，這個錯多少啊，就是一種格調，就你覺得它要錯多少好，這我們今天把它分析出來了。實際上大家寫去吧，一寫就知道誰格調高，誰格調低啊。當然這個慢慢說，我們今天審美裡面格調是不可缺少的，不可缺少的。只不過呢，我們有的時候不會拿它作為主要的一個討論點，因為格調有的時候不是學習學得來的，它是一個人的修習修為。就我覺得這樣子很舒服，很滿足啊，很優雅。我覺得，那你覺得？哎，我覺得再這麼來一點。你比如說，簡單的例子就是說，我們這聲調是吧？有的人就一驚一乍的，他就沒法雅致。那麼，我現在這種講課的聲調，播音員的那種聲調，主持人的聲，主持人跟播音員是不一樣的啊。播音員的聲調是什麼？播音員的聲調是，它是有主軸、有故事、有現成的這個材料，它是一種宣讀、宣揚、就是宣誓的
一個口氣。主持人不是，主持人是什麼？我们最早把我们的这个新聞聯播的這個主持人拿去做節目主持人，那是完全不對的。主持人是一個什麼？主持人是個配角，新聞聯播是個主角。主持人配角他會搭配這個別人，把別人調動起來，這叫主持人。而新聞聯播不是，新聞聯播就是我在播，就聽我在講，所以他聲音的這個腔調都不一樣。所以我今天呢是面對一個沒有觀眾的一個鏡頭，我給大家解釋呢是我們陶醉和欣賞古人的碑帖，所以它是不一樣的，它的聲調變化都是不一樣的。什麼叫雅？你要如果拿着播音員的調調侃啊，一些這種加了很多其他的去這個主持人的去加到播音員的上面播音員的正式上，那就不對了。你拿那個播音員的正式放在那裡去也不對了。那麼我今天講這個東西呢，是我給大家講解的，也不適合於播音員，也不適合於這叫什麼來着？這叫既不是這個播音員也不是我們節目主持人不是主持節目的人，不一樣的。這是指的不同的場合下的雅和不雅。那麼格調是什麼呢？格調就是我們的一種風格。那麼這種風格，比如說我們大家知道，我們隨便拿一個主持人來，我們一聽就知道是誰張飛，台灣的張飛這個一聽你就聽他是誰。我們中國的這個播音員一聽趙忠祥來了趙忠祥聲音他有他特點，每個人特點也是不一樣的。他這個儒雅的聲音，他這個格調，他其實是不太一樣的。我們東方人對一種這個大家崇拜的格調是一種比較清高的。西方的呢也有，但是它實際一些，它也會有不同的格調出來。它不像我們東方人對這個格調要求就是清高就好它實際上是文人的一種標榜。那麼除這以外，別的格調也不這麼重要。所以我們中國人的格調經常會定到和這種清高相接近。我們覺得這樣很好是我們追求的東西。當然不一定是我們最後能夠具備的。每個人的格調是自己的個性決定的。那麼像顏真卿的格調，他相對來講比起蘇東坡，比起這個王羲之就差着。但是它的整體性很好，它體現出來的格調不是一種清高是一種沉雄這種姿態這個王羲之的呢就偏一點點的這個公子哥的這種俏拔他非常的俏皮公子哥的這種帥氣吧。蘇東坡的呢，蘇東坡是一種豐厚的蘊含與文人的灑脫，他是這是很不一樣的格調那麼我們就覺得蘇東坡的高在哪兒高在文人的一種氣節上王羲之高在哪兒？高一種常人不可攀的王公貴胄的感覺有這個東西感覺在裡面。那麼顏真卿在哪兒？凜然正氣也好沉渾也好是種憨實也好平正也好正直也好，他
從這個地方體會，所以它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啊。兰亭序也好，祭侄誥文也好，还有这个寒食帖。那么我们从技術上來講，我們去感受它這種剛開始正作帖剛開始，它就開始這個筆和形就開始起來了，因為它有情緒啊。那麼情緒之外呢，我們看光是很奇怪，向右上托起來的，那麼路的就斜過來，這個大幅咵就開始打開來了啊，大幅，而且打的非常自然不說，是兩個尖不同啊，像這個帶也就是大，是一彎一撐的動作啊，夫字呢就是兩撐的動作那麼簡呢反過來了簡字右上邊這個人呢，它是一彎一撐啊，這個大字是外彎，這個簡是內彎啊，你看它這個變化啊，到這個教這個教字又是一個彎撐的變化，又是一個外彎和一個撐的變化啊，它這個在裡面就是撐開開撐開撐撐撐這種感覺啊，所以這前幾個字啊，我們體會到哇，我們現在人看起來他有意識了你看我們經常就會說前面一個字寫橫的，下一個字寫長的，上面一個字寫歪的，這樣歪這邊這歪這邊，看着可能是有道理，因為他對這個字的理解就是這種變化的，但是不像我們似的拿回來都是具象的字，在那兒空那麼安去，他是腦子裡是一個抽象的感覺的。這個表現差在哪兒？就差在他的抽象所產生的是天衣無縫，我們擺出來的東西總覺得像我們假山上砌石頭一樣，人家這種出來這個感覺就是這風雨各大自然雕飾，最後那個石頭自然的那種零落的狀態。日這個動作，這個大字這個動作在他這兒用的非常的，我這正好擠在那口上，你看是這樣的感覺的撩起來就梆就一腳的然後夫字呢又挺起來挺起來，這是他的姿態姿態非常明確。那麼我們看的時候，他就你看我這個筆怎麼走是這麼，我這已經寫的慢了它是在裡面蘊含着走，它是這麼蘊着的裡面走，這可是熟指我筆可是那麼尖的筆，它能把這個筆畫就蘊進去了怎麼走呢？你看它這個勢頭在裡面走起來你看很寬博抱着，然後打開來收回來，再抱進去收回去，而且它這個筆呢要提得住，所以你看我們再看它這個，你看這個筆，你看毛筆這麼一轉過來就是這樣子的，是吧？這就國就出來了嘛。而且這個地方怎麼轉這國都對的。這口你看這毛筆這麼你看这口，所有的口都對的很自然是吧
我們再來看這个開國啊，這裡第二行開國兩個字，這開國兩個字，這其實是僅次於國兩個字啊，或者是寫這個為國啊，或者什麼，就2個方塊，這都是很難。這開呢是個大半方塊加一個方塊啊。我們來看它這個區別呢它就開打開來了啊，然後國呢收回來了，很簡單。開呢真開了，國呢真收住了。當然我們看這公字又，它這個整個是，你看，這就是我們經常講的這兩個盡量不一樣。你看它顯得出來一點，它雖然是包着，你看這又出了很多。然後公呢這面再出來一點這個字就等於說魯郡開國公就轉成這樣的，然後言，然後真再清這是寫出来的。它一定要根據這個字本身不能說是字什麼都不管，我就是要多出去點不行所以多出少出在写的過程中它会有這樣。那麼這些動作從哪兒來？告訴大家，從11月就開始有了，從日，然後金，紫光祿，從這就開始就產生了。這個從哪兒？這個我們平時一定要在讀帖時候感受，寫字的時候承受，然後我們慢慢就形成習慣，在書寫中它就不會那麼讓我們看着這個一個字都在這個齊邊上，這面多出點少一點又都齊，或者就是一個字我們叫如這個如排算子就像算子一樣。那麼再向下來看在這裡這個錦，它的這個意思呢，就是說把這個鳳字在這個頭上的掐着，就是鳳字掐在這個玉這裡這是古人的一種書寫，也沒有畫什麼符號，有的去畫一畫，像放在這兒的意思就是這意思。那麼我們看這4個字錦玉書於，這個於用的是簡化字，對吧？簡化字的來源就從這兒來的。那麼顏真卿很愛用簡化字，我記得他在祭侄稿文裡頭一個廟廟，他寫了一個框一廣裡面寫了個苗，實際上就是廟，寺廟的廟這個我們沒有用它，我們用的另外一種我們这个但是跟它也很接近，我们是一個廣底下個游是吧，叫廟，它呢就是多了一個草頭在裡頭也是跟它有關係來的。我們嫌那個草頭也多餘了，乾脆一個廣加一個游就完了，就廟這就是我們後來其實很多簡化字在古代已經用了，比如說一只兩只，一只老虎，那個只一個口一撇一點一個八字這個其實古代已經在用了，已經不是用在一只兩只老虎上頭，已經開始用在紙當紙當我們現在這種只有一個人，只有你和我這個紙上頭了。所以有的時候我們簡化是有道理的，是有來源的。另外呢，我們反過來拿這種簡化字去入到我們書法裡頭去，我們有根據的，因為古代那麼寫。實際上很多寫字都是這麼慢慢的就衍生出來的這種變化。那為什麼把這4個字挑出來呢？這4個字是十足的箱子壓箱子，箱子壓箱子壓箱子出來的東西。所以你看它這裡面壓箱過程中，你看它這種寶蓋的寬窄再寬窄寬窄寬再窄，就是它這種非常的像這種手風琴一樣這種動作，刷也像那水母游似的，呼這麼游上去，它這麼樣感覺。為什麼？因為這幾個字它在縱向上頭沒多大動靜，它在橫向上頭卻可以做調整。所以寫字的時候有一點就是非常重要，就是我們怎麼寫這個字，這個字怎麼發展去，跟這個字本身的形狀是有密切關係的。所以很多人就只照顧這個字本身的關係，這個形狀關係，
那麼它還有含義的感受。一般人不寫到一定程度，不用書写的狀態去大量的去完成這些字的這種排列，還有根据内容去感受書写中的这种不同的感受。你要不做过长期大量的这种训練，这种抽象的感受是很难进，这个实际的感受是很难进到抽象的文字里去。那么实际上我们的文字里面就包含这一点。比如说当我们去看最明显不过就是鸡之稿文和兰亭序的时候，兰亭序虽然没有真迹有接近的吧，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它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那是截然不同的感受看到鲁字呢，它向左侧出来了那左侧出来怎么出的呢？出在这行上头了，出这个行出去了。那么我们来看言字有个特点，就是它特点哪儿呢？寬博，但是寬博中它一定要有細的地方，这个表示出一種收那麼在魯字上的寬博是收在哪兒來看？這是寬博出去的，收在這個中間這兒。寬博出去的收在中間這兒，你看這是寬收。君字呢，看這都是寬出去的，看這收在這塊收在這塊，再收在哪兒？收在這塊，這又出去了。所以你看，然後開字最明顯不過，你看整個的寬出去了之後，再收回來，再寬出去，你看它是雙層的這麼看這國字你看這麼帶過來這怎麼帶怎麼有的時候。然後公它這個整個是你看我在諸國魯君開打開來了，對吧？開打開來，打到右邊來，打開來開國呢回到左邊來，看了嗎？然後公呢再往左邊跑，你看這整個這個錯落出來了，是吧？我寫不好，因為寫不出人的錯落，他的錯落寫得非常精彩，而且錯落精彩不是他的國這個之間的距離非常近開字這個地方國字到這兒來了這個緊，這感覺是不一樣的。我呢臨摹，所以我寫的過程呢應該是把它拉下來的過程。再有就是看到把彎曲部分它又開始這個強調。你比如說在向下這個緊，你看他寫言字旁這個就這樣來，這來怎麼來看？往左一倒，我們如果拿尖兒的話，拿走要手跟着一塊走，不是的，他拿着一倒，怎麼倒就倒過來了，是不是？所以他這個緊是這麼寫過來的，是吧？你看這又開始緊了，這又開始緊了，你看它中間留的空和抱的之間的距離。好，我們再看這個玉字呢，又把這個蓋兒挑起來，是吧？裡面又開始緊，又挑起來，是吧？又挑起來，是吧？然後再把又緊在裡面你看這玉又挑起來，你看又緊在裡面開緊開緊，它都是這種開合這種這是開出去了但是呢這兩橫特別緊，這就是它這個開合之間特別有道理，是吧？你看在這書字過來之後，你看這開過去了嗎？緊在這兒了緊在這幾行上，然後這個開出去了嗎？中間一點緊這個特點。我們再看下面一個，這個叫閣下蓋閣下蓋，它是禾禾下蓋。這三個字裡頭，那就是很明顯的開合扁長這裡面你看，因為什麼？因為它這個字就是這樣。但是我們再反過來，如果找
古人的毛病，我們完全可以找古人毛病。为什麼？誰都有毛病。我們來看看这毛病：郡、王、郭、公。郡、王、郭、公，是不是这種感觉？和、下、盖、太、上，你看这几個字兒，這就是當時顏真卿的感受，但是他用這種感覺去輸進去的，但是他沒有把它順暢出來，或者說他就一驚一乍的感覺了，就是這種感覺的。那麼他這種感覺，你看，這就是不好的地方，尤其是郡、王、郭、公，這幾個四個字太明顯了，咣當咣當，這個在書法裡面是非常忌諱的，這並不是他的什麼好的地方，是吧？不習慣啊，鋪頁這個打開之後看，這塊是緊的，這塊向上緊的，看到嗎？而且这還不說，幾橫還是緊的，打開來，再打開來，你看啊，打開來再打開來，你看。是這麼寫的啊，這個頁呢，就是我們說的舍。你看它上面這塊是緊的，然後哪裡鬆？寸子下面鬆啊，下面鬆啊，這是下面鬆。我們再看定襄，我们再看襄，襄字非常明顯啊。你襄字看非常明顯，哪裡？看緊在這兒了，然後再開的過程中，這又是緊的啊，所以它開合之間，然後一個緊緊的襄字下面開個郡，你看這個郡字開到什麼程度啊？中間開的，我就特別欣賞他這，我也是老學不來他這個開字。然後看王字又緊了，然後郭字又開，這個開字的感覺，你看這個動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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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節奏感，而且這個節奏感的時候，我現在就什麼，就像有人唱歌的時候，你個腔啊在裡面繞啊繞啊繞，你繞不出來了，他繞的非常好，而且有腔有調的。而且這個腔調一出來，一聽就是顏真卿的腔調，所以我們去感受這個東西。然後看郭公啊，這公字寫那麼短，那麼小啊，在這個中間這兩個縫隙裡，然後又開始開了，它是正面轉過來啊，然後裡面又是緊了，是不是？然後連下來之後，你看。這下面這個下字比裡面這個稍微大一點點，這個外框照出來，把底下啊整個蓋在底下，你看這就是它的。然後由小又開始變大，打開來是不是？打開之後呢，中間它有意思，打開點的目的是把這個再打緊，把這蓋子中間打緊。好，蓋子緊了之後，這個它又上去了，又小啊，你看。非常有意思的啊，我們看看這門立功，這立功也是啊，跟它相近，但是在立功這兒來講，你看立從有出，功向勢下啊，那麼這個有是一種中度寬，稍微長的，配這個窄小長的東西，然後這個中度的寬打開。然後再配這個勢是由窄到寬啊，所以你看這個勢放在這裡，這個立功兩個字，而且它這個立字本身的那種就是這個之間的距離感，功字之間的距離感啊，就是每個筆畫之間的勻稱的這種比例非常接近，就它這兩個字放在一起就比較舒服了，比這個郡、王、郭、公好很多。
然後有又作為略微打開了一點大的，但是立字又收进来了，因为笔画少嘛。得開始出去，得字呢，我们來看，這是密的地方，這上面的撇兒是吧？然後上面這個密，對吧？然後看它書在哪裡，書在這個心，所以它心非常開，心大。然後其字的特點，看好，我們說上面沒什麼區別，好看下面這倆點，整個啊，這人就嘩就揚起來了，是吧？就是這種樣的，它就是這種字。然後看次，次是什麼感覺？次字是它居然能把左右兩邊分到這麼大，但是分到這麼大呢，你看它這麼一個動作，你看它就是一個像這麼照看的動作啊，找你，哎，這樣的感覺是吧？所以言字的字，他在寫的過程中，他的形體变化像一個挺胖的一個胖人。這個胖人呢，他沒有太那種像李白還是那種肌肉男咔咔的那種摆，沒有，他是那種靠什麼呢？靠疏密。疏密就是什麼呢？就是這就是密，這就是疏啊。疏密的這種看，就來回這麼就做回這種這種看你的這個角度。然後呢，他這個也沒有做大拉伸，全身沒有那种很明顯拉伸啊。他這個言字呢，總的來講是總是有一個抱住的，或者兩個人還沒抱的時候那個姿態，和兩個人抱住的姿態，然後呢牽着手的姿態啊，不像這個歐字就是有點那種咔先打出去，或者是撐出架勢。李白海那就是已經擺出來一個 pose 啊，不一樣，非常不一樣。但是言字裡面是非常適合在流動中書寫中非常舒暢的一種字。我慢慢的就會也加快速度把這種感覺寫出來啊。我們向下面再寫幾個字，稍微舒暢一點的字，你看它的不字，朽。